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轩创意，我是林汉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款号称世界第一款主动型 AI 助手 Proactor AI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它不只是被动的等你下指令，而是在你开会工作流程中主动插入建议、提醒、生成待办事项，一起帮你做决策。如果你是经常开会做专案要追踪议题的人，那么这支影片你要看完。我会实测，我会说优点，也会说它目前的限制，让你判断它值不值得你用。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内容吧。为什么要用 Proactor？ 我们都知道，很多 AI 助手现在做得很好，录音、转录、整理会议记录，但问题是会后整理还是要你自己动，重点常常漏掉，回顾旧会议记录麻烦，甚至开会时你还要三心二意，看荧幕、记录、讲话，这就让效率打折。Proactor 的定位就是主动型，也就是它不只是被动记录，而是在你开会或进行流程时，主动给你洞察，自动生成待办，帮你整理摘要，还有跨会议记忆功能。根据官方网站与多家评测，它是第一款能在会议中及时帮助，同时拥有全球记忆的 AI 助手。这种定位让我产生兴趣。如果真的如宣称，那么它就不只是工具，而是工作伙伴。但是宣称归宣称，实际上能不能做到？接下来我们深入三大功能。在这三大功能当中，我会把即时 AI 建议、即时洞察当作本支影片的重点。另外两项自动生成待办事项、智慧摘要与转录加终身全球记忆，则会简略介绍。2. 功能介绍。首先也是我最推荐也最感兴趣的一点， Proactor 的即时 AI 建议到底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在你讲话讨论议题展开的同时， Proactor 会一边听一边分析，并在你谈话的过程中主动跳出来，提示你注意这点，你刚提到这个但未落实，建议你现在确认，这个讨论可能会触发 X， 建议你补充 Y。 据评测报告中有人说，在一次销售电话中，客户第二次提出预算疑虑， Proactor 立即提示，请现在澄清预算问题。这种主动插入意见的方式，是目前多数会议记录助手所不具备的。多数工具是在会议结束后才做摘要待办，但 Proactor 是在会中就帮你导向决策。为什么这点有价值？对于以谈判、客户会议、内部决策会议为主的人来说，当下即刻反应比会后回顾更有效。一条龙文。2. 它减少了你在会议中一边听一边记录的认知负荷，让你更专注在讲什么与要达成什么上。3. 从长期来看，你会累积一种习惯，会议中你不是被拖着走，而是有 AI 伙伴在旁提醒，降低遗漏事项。实测提醒注意事项： 1. 建议你在正式用 Proactor 前，先试一次没有它的会议流程，再用一次有它的流程比较差异。2. 但也要意识到，即使建议意味着 AI 正在介入你的对话，可能你的团队或客户会注意到有 AI 提示弹出，视其情境你可能要事先告知。但有什么限制？我在用的时候也注意到。1. 如果会议节奏非常快，多人交谈讲得乱七八糟， Proactor 的发言人标签或即时提示可能会出现误差。2. 因为他在背景听你讲话并判断，不是完全无言词，你在使用时仍应保留人为检查的习惯。总结：如果你重度使用会议、谈判、专案内部会议，这项功能是 Proactor 最大亮点。但如果你只是偶尔开会、少量记录，那么它的即时插入可能就比较加分而非必须。功能2次要自动生成待办事项加智慧摘要与转录加终身全球记忆。第一是自动生成待办事项与智慧摘要。1. 在会议结束后， Proactor 自动把你讨论的内容整理成清晰的待办清单决定事项，还会做会议概要。评测指出，这省下了我会后还要重新整理讲了什么、要做什么的时间。2. 再加上它的智慧转录功能，即时字幕、分人标签、时间戳记，这对于回顾、分享、跨团队沟通特别有用。评测中提到，它在 Zoom、Google Meet 等环境中准确度相当不错。第2是终身全球记忆。
这个功能让 Proactor 记住你过去的会议决策待办事项，甚至你可以直接问他，上周我们在 XXX 会议里决定了什么？这个专案上次提到的开发时程是什么？他就能跑回去找并回复。2. 对于长期专案、跨团队或者你要累积知识库、历史决策记录的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大加分。不过这2项也有注意的地方。即便是自动生成待办，也建议你人为检查一遍。AI 虽能抓住待办，但可能在判定优先级、责任人这种微细处还需人工调整。2. 终身记忆虽好，但隐私与资料量同样是一个风险成本。你必须确保公司的会议内容是否适合被 AI 存储，是否有合规，是否需要删除敏感资料。完全是合理合法的。3. 某些功能在免费方案或基本方案中可能有限制，例如 AI 提醒、记录时长、会议数量等。总结，这2项功能让 Proactor 成为一站式会议效率工具，不只是会前录制、会后整理，更是会后可搜寻、可追踪的知识资产。但如果你只是偶尔用或资料量不大，这些功能的价值成本比要自己评估。3. 演示环节，接下来我实际示范给大家看。我先在 Zoom、Google Meet 或实体会议开一场模拟会议，让 Proactor 加入。2. 在会议中，我提出一个议题：下月 Q4 的市场推广预算怎么分配？3. 我让 Proactor 在背景听与分析。各位早安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讨论 Q4 的市场推广预算分配。目前总预算是300万，我想听听大家的建议，应该怎么分配到各个渠道。我是 Anna， 行销主管。根据过去3个月的投放数据，社群广告的转换率最高，尤其是 Instagram Reels 和 YouTube Shorts。我建议增加 20% 的社群预算，主要用于短影音内容推广。我是 Tom 数据分析师，我同意安娜的方向。不过从数据来看， Google Ads 在潜在客户导流上仍然稳定，建议保留至少 30% 给搜寻与展示广告，同时测试新的关键字组合。我是 Joy， 业务经理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看线上，实体活动在 B2B 客户端仍然有效，建议拨 15% 给实体活动，像是年底的企业合作展览或讲座。我是 Kevin 财务长，提醒一下 Q4 我们还有年终奖金、系统升级等支出，行销预算最多只能增加 5%， 所以现有分配要在300万内重新分配。那目前看起来，社群广告要提升， Google Ads 保留，实体活动也要顾到，但预算不能增加，那我们得从哪里减？我是 Anna， 可以缩减品牌形象影片部分，那部分 ROI 偏低，把原本的50万缩到30万，把省下的20万转给短影音投放。我是 Tom， 同意。另外，我们可以尝试让部分广告内容自动化生成，用 AI 工具减少制作成本，大约可再省 5%。我是 Joy， 那实体活动部分我会压在40万内，但要确保展位与赠品预算不被删太多。我是 Kevin， OK， 那初步看起来分配可以这样：社群短影音120万， Google Ads 90万，实体活动40万，品牌影片30万，其他备用20万，总计刚好300万。很好，那就照这个方向。Anna， 你这周出一份细项规划。Tom 帮忙用 Proactor 生成 Q3、Q4 的投放成效对比报告。下周一我们再确认。它自动转录我的发言与其他人发言。当我提到预算如何降低或投放成效对比报告时， Proactor 在右侧或提示框中跳出建议。建议你刚提到预算降低，建议你现在确认 X 模式 Y 削减方案。当会议结束后，我切回 Proactor 主页，你会看到会议摘要页面，自动列出参与者、主要议题、决策、待办事项清单，还有一个搜寻框让我输入上次 Q3 推广专案结果是什么，它能直接跳到上一次会议的关键片段。4. 接着，我实际点进待办事项清单那一笔，自动生成为市场推广部下周一提交市场推广预算这样的格式。你可以直接汇出分享到 Slack 或 Notion。5. 最后，我演示搜寻历史会议功能。
输入市场推广预算关键字，他提出3场会议中提及竞品报告的片段，并标示谁、哪次、哪分钟。这整个流程代表你从开会 AI 即时协助，会后自动整理，跨会议追踪的完整图景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把时间从会议搬到做决策行动，这是非常强的工具资源。演示小结：一、看得出来这工具在会议效率提升有具体帮助。2、但也要注意，模拟情境比较理想。真实情况中，会议参与者讲话重叠、转场，线上线下混合，网络延迟、隐私政策都可能影响。3、你要确保团队环境适合，例如是否允许 AI 加入，是否通知其他参与者，是否会议内容包含敏感资料等。4、评价与建议。来到这里，我做个综合评价：优点、缺点、适合、不适合使用 Proactor 的族群。优点总结： 1、主动型是它最大亮点，即时 AI 建议让会议从被动记录迈向辅助决策。2、一站式会议流程资源，从转录、摘要、代办、跨会议记忆都在一个平台。3、适合多人参与专案型、决策型会议场景，销售、客户会议、内部专案追踪等。缺点限制： 1、若你的会议频率低，参与人数少，决策简单，这样强大的工具可能用不到其全部功能。2、初期设定与习惯转换有成本，你要先告知团队设定流程，习惯 AI 帮忙。3、隐私、合规、资料安全，因为它会记忆会议内容，生成代办，整理知识库，你需要确保这符合公司政策。4、成本可能比较高，虽然有免费方案，但如果要最大化功能，即使建议跨会议记忆，大量会议可能要付费。某些评测指出，免费方案有功能次数限制。适合族群： 1、经常主持或参加30分以上多人，具有决策或专案追踪属性的会议。2、需要把会议结果立刻变为行动，需要跨会议追踪决策历史。3、对提升团队效率、减少会后整理时间有强烈需求。不太适合： 1、你只是偶尔开小会，参与人少，决策简单且流程短。2、你公司对会议资料保密要求极高，而无法或不愿意让 AI 助手参与。3、预算有限，而你只需要基础记录、转录、摘要功能。我的建议给你： 1、在正式大会议前，先用一场低风险的小会议室运行 Proactor， 让你与团队熟悉界面、流程、提示方式。2、明确告知团队，这场会议我们会是 Proactor AI 助手，可能会看到右侧提示栏，建议跳出，以免造成参与者疑惑。3、会议前设定好大致议程，提醒 AI 关键点，如果功能允许，让 Proactor 更对准你的需求。4、会后建立习惯，检查 Proactor 生成的待办事项、决策点、知识库，把它融入你的 CRM 专案管理流程。5、定期回顾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例如1月，查看我们用 Proactor 后，比以前节省多少时间，漏掉多少次决策，实际数据化。5、总结。好啦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 Proactor AI 的深度介绍。它不只是另一款会议记录工具，而是往会议及决策这条路走更远的一款助手。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改变工作模式，你团队是否愿意接受 AI 帮忙。如果你对 Proactor AI 感兴趣，记得点击下方描述栏的链接进入，注册它的 ProStatus 试用。当然，任何工具都不是终点，真正变化来自于你的流程、你的执行。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一天中哪种会议最想让 Proactor 帮你？我会挑一些留言在下一支影片回复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的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业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